但是魏无羡肯定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就给这个小家伙的呀。他占着自己身高的优势，让小家伙蹦起来去够他手里面的拨浪鼓，但是小家伙个子小，蹦也蹦不到多高，所以就一直够不到。小家伙撇了撇嘴，说道：“我够不到。”魏无羡乐了，摇了摇自己手里的拨浪鼓，说道：“小家伙，你这可不行啊。”小家伙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不跟你玩了。”魏无羡说道：“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，我哪里逗你了？”小家伙坐在地上，把头扭过去，也就不理魏无羡了。看着小家伙不开心了，魏无羡蹲下身子，一双含水的桃花眼微微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？别不开心了，小家伙。”小娃娃看了一眼魏无羡手里面的拨浪鼓，还是没忍住好奇心接了过来。魏无羡调笑道：“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哥哥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”小家伙犹豫了一下，小声地说道：“我叫兰陵。”魏无羡一听，问了句：“你这名字还挺好听的，谁取的？”小阿陵道：“父君。”小家伙玩着手里的拨浪鼓，看起来十分喜欢这个拨浪鼓。魏无羡说道：“很好听的名字。姓兰啊，那八成之前小家伙说的父君有可能是真的了，毕竟这天上地下只有一族是姓兰的，那就是白龙一族。”魏无羡摸了摸阿陵软软的头发，叹道：“小家伙，你这来头不浅啊。”魏无羡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这个小家伙如果真的是天上的白龙神君的孩子的话，那他就不能把他送回去了，因为他不是龙，他不能上天。就是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上不去。魏无羡点了点小家伙的鼻子，说道：“小家伙，你如果真的是家住天上的话，那我可不能把你送上去啊。”兰陵拉着魏无羡的手，小声地说道：“那我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，父君会来找我的。”魏无羡笑了：“你就不怕你父君找你的时候生气啊？”兰陵仔细地想了想，这么多年了，他确实没有见过父君过于生气过，于是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父君不会生我的气。”魏无羡又笑了，说道：“那好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再看你几天喽。”兰陵又点了点头。魏无羡道：“你说你这性子是随了谁随你父君，还是随了娘亲？怎么这么闷？小心以后长大的时候找不到小仙子。”兰陵看了一眼魏无羡，又不吭声了，一直玩着手里面魏无羡给他的小玩意。魏无羡躺在草地上，语气漫不经心地问道：“小家伙，我觉得你父君找你的时候肯定会生气，你看你不回家这么多天，你父君还以为你丢了呢。”兰陵声音也丝毫没有起伏，道：“不会的。”魏无羡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兰陵说道：“我就是觉得不会。”魏无羡一听就笑了，然后把这个话题给跳了过去，问了另一个问题：“小家伙，你是怎么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按理说你父君是白龙仙君，那你肯定是一条龙，你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面，那你应该也会飞吧？”兰陵抿了抿自己的小嘴唇，说道：“我不会飞。”魏无羡愣了：“龙不会飞？”兰陵见魏无羡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，其实基本就是魏无羡在问，小家伙在答。如果魏无羡不主动开口问的话，兰陵是不会主动开口说话的。魏无羡摸了摸自己的下巴，说道：“你一条龙，你不会飞？”兰陵点了点头。魏无羡想起之前温情说的话，大致也清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，又问道：“那你会化形吗？你是一条什么颜色的龙？”兰陵摇了摇头，小声地说道：“我也不会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的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小家伙，你这是除了是白龙仙君的儿子的身份以外，你是和凡人的孩子一点区别都没啊。”兰陵道：“我知道。”魏无羡摇了摇头，也不问了。就这样，小家伙就和魏无羡在夷陵待了几日。这一天，魏无羡带着小家伙在湖边玩，忽然原本晴朗的天空变得乌云密布，还带着闪电。魏无羡抬头看了看天空，眯了眯眼睛，问道：“小家伙，我似乎有种预感，你父君好像来了。”兰陵看了看天空，眼睛微微亮了亮，然后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的，就是我父君。”魏无羡不知为何，心里忽然就有些空落落的。他看着天上的那些白龙，果然是白龙仙君的小公子啊，搞这么大阵仗。那天空中最起码飞着有100多条龙，龙这个种族很稀有，
而蓝氏白龙一族更是与世隔绝，从未参与过外面的种种是非，所以见过他们的人也少之又少。魏无羡一下子就能这么多条白龙，还是大饱眼福了呢。中间为首的那条龙最大，他似乎是抬头看了看地面，好像发现了下面的人和孩子，就一眨眼的功夫，魏无羡发现刚刚在天上盘旋的龙已经到自己面前，白龙化作了人形，站在魏无羡不远处。魏无羡还牵着兰陵的手，小兰陵脆生生地喊了一声父君。白龙仙君长得极为的俊雅好看，是魏无羡这将近1000年来见过最好看的人了，没有之一。那一双浅色的眼睛和小家伙的简直是如出一辙，一模一样。一身白色的仙袍衬着身长如玉，乌黑的发被一个精致的白色发冠束了起来，后面还散架了一些，显得极为的俊俏，眉间带着一抹洁白的墨额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的清冷。蓝忘机似乎是有些不可置信，看着魏无羡和自己的孩子，好一会没反应过来。魏无羡忽然想起来面前的人是白龙仙君，以自己的身份需要行礼的，他眨了一下自己的眼睛，然后就要弯腰行礼。参见，后面的话还没说完，蓝忘机一个闪身就闪到了魏无羡的面前，制止了他下面的动作。魏无羡抬起头一看，似乎是有些不解。蓝忘机咬了咬牙，但是面容平静，语气依然清冷，不必。魏无羡这个人也不做作，人家白龙仙君都说不必了，那就真的是不必了。他看了看自己身后的娃娃，切入正题，道：白龙仙君，这个是你家的娃娃吗？蓝忘机目不转睛地盯着魏无羡，似乎是还是不敢相信一般。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他的魏婴，而且魏婴还牵着他们的孩子。魏无羡实在是想不通，为什么白龙仙君要这样盯着他看，他们是两个似乎也不认识吧。他开口说道：仙君，这个小家伙是你的孩子吗？他说他姓蓝。蓝忘机遮住自己眼睛里面的情绪，应道：是。魏无羡一天微微地笑了笑，把小家伙拎到自己的面前，然后交给了蓝忘机，说道：你家的小家伙还不会飞，就别一个人把它扔到天上了，不然的话再掉下来可就保不准有我这么好的人了，还能帮你看几天。蓝忘机不吭声。兰陵到了自己父君都身边，说道：父君，这个哥哥对我很好，没有伤害我。魏无羡一听就笑了，说道：不是我刚开始吓唬你的时候了吗？兰陵道：不是啦。魏无羡又摸了摸小家伙的头发，说道：好啦，跟着你父君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其实话是这样说，要走的话确实还有点舍不得。